一个凭空出现的文明，引来了无数的猜测和惊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说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在这里呢，考古队前后挖掘了90年，进行了37次挖掘，挖出来几千件文物，但是呢，只挖了2/1000，连个零头都不到。挖出来的东西呢，没有一个字，翻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书也没有任何一本书记载过它的存在。更炸裂的是，这里发现的3000多年前的青铜器呢，就已经用上了焊接的技术。这里就是震惊世界的三星堆。1929年，在四川广汉鸭子河南岸，一位叫燕道成的农民呢，在自家院子里挖水沟，一锄头下去就碰到硬的东西。他扒开一看呢，是一个石板结构。他把石板撬开，傻眼了，下面堆满了造型怪异的玉石器，花花绿绿一大片，有玉章、玉斧、玉璧等等400多件。这家姓燕的呢，最初并不知道这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只觉得是值钱的东西，就把大量的这个玉器都搬回了家。可是呢，风声还是走漏了，全村人都跑来挖，这一挖呢就是2年。挖出来的这些玉器呢，有的被送给亲友，有一些呢被卖到了成都的古玩市场。后来呢，广汉玉器就因此名声大噪，玉器流得到处都是。到了1931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听说了这个事儿，赶紧联系当地的驻军，把一些流散的玉器收起来，送到了华西大学博物馆。然后呢，就有专家判断这些是商周时期的器物，就收藏保存起来了。华西大学呢，还派了一支考古队呢去正式挖掘。到了现场一看呢，地面有3个土堆排成一条线，像3颗星星三星堆就这么得名了。当时呢，没人会想到这不是祖上传下来的藏宝坑，而是一座沉睡3000年的失落文明，它正在重新醒来。1930年代华西大学的考古人员确认，三星堆这里不是偶然埋藏的文物，而是存在一个大面积的文化层。这里有古代的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这个定论呢还是很科学的，但是呢也仅此而止。因为1934年那会儿呢，兵荒马乱，人们没有太多精力管这个事情，他们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挖掘，也没有发现后来那几个著名的祭祀坑。三星堆呢就这样被搁置了将近30年，直到1963年，历史学家冯汉骥带队重新发掘。他说了一句话，这个遗址密度这么高，很可能是古蜀国的都城。这个话一出三星堆开始被重视了，从60年代一直挖到80年代。1986年，2个大型祭祀坑被发现了，这个震惊了整个考古界。这里出土的青铜器造型呢，一个比一个离谱。比如当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硕大的青铜器，起初呢，大家都以为这是一把青铜座椅。等全部出土以后呢，大家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尊面具一尊青铜大面具。这尊面具有多大呢？宽有1.4米，高0.66米。除了大，它还有一双怪异的眼睛，呈圆柱状，眼睛呢向外凸出来，凸起部分呢有18厘米。这么大的面具可能只有巨人才能戴上。后来呢，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青铜纵目面具。
很难想象真实的人类啊会长着这样外突出的眼睛。所以呢，这个青铜面具啊，这个青铜纵目面具摆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呢，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在中国的《山海经》里有描写过这样一个长着纵目的神兽啊，这个长相呢，在神话里也不奇怪，但是呢，在现实中看到呢，还是很让人吃惊。另外呢，还有一本古书叫《华阳国志》，那个里面说啊，有一位叫蚕丛的王，也长着一对纵目。这位蚕丛就是巴蜀地区的王啊，就在四川这个地方。很多考古学者认为啊，这类面具可能代表了一个具有通灵能力的祭司啊，是王权神权合一的统治者形象。为什么把眼睛做这么夸张呢？可能表示他可以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啊。在古代宗教里呢，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比如可以看天象、洞察吉凶、沟通天地，就是有超凡能力的象征。看了这个纵目面具啊，再来看这个更大的这个青铜大力人，他通高呢达到了2.6米，头戴高冠啊，双目突出，耳廓夸张，神情呢庄严而克制，身体啊比例修长，带有明显的这个仪式感。他手呈握持状啊，就是手里好像握着什么东西。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先秦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像，它采用了这个分段铸造法，就是先分段啊铸造好，然后再经过组合的这个复杂工艺完成的。仅从技术角度看呢，已经说明啊，当时的工匠具备了很高的铸造能力。这样大型的、比例稳定而且结构复杂的青铜人像呢，可以在3000年前完成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工程的奇迹。他的双手的姿势啊，非常引人注目。有人认为呢，他原本应该握有某种东西，比如权杖啊、象牙，或者是祭祀器物。另一些认为呢，这双空手原本就没有握着任何实物啊，他这个不是抓握，而是一种腾空升起时的礼仪性手势啊，就相当于以前的中国人见面呀、作揖一样。关于他的身份呢，就现有的证据判断，他可能是王权与神权合一的统治者形象。这尊青铜大力人呢，体现出三星堆文明啊拥有独立而成熟的礼制系统。在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啊，青铜器啊多用于礼制的器物啊，比如鼎、尊、壶等等。而这个三星堆呢，却以巨型人像啊、纵目面具等具象神权符号表达秩序。这说明同时代啊不同区域文明的不同，在精神世界和权力表达方式上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青铜大力人的发现呢，也告诉我们啊，在3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地啊，已经存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有这个中心的权力体系，它可以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源。如果要在三星堆所有文物里面选一件最震撼、最神秘啊、最让人觉得是穿越了的文物啊，我大概率会选这棵青铜神树。看到这件文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愣一下，因为它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古代器物，它不是鼎啊，不是剑，也不是日常用品，也不像普通祭祀用的器物。就这棵神树呢，看起来就像天线啊，或者像一个能量装置，或者外星信标。1986年呢，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了这个青铜神树。考古人员当时看到的不是今天的博物馆里这样完整的树，而是一堆碎片。啊，没错，就是碎片啊，很碎的碎片。这些树枝啊、树叶、鸟形的饰件呢、龙形的构件啊，都散落在坑里，好像是被故意打碎后埋到地下的。经过多年的修复啊，这棵青铜神树啊，终于重见天日。这整棵树啊，高
大概到4米，底部有3足座，上面呢主干呢又分成了3层枝条，每层呢有3支，总共9支。那么枝头上还站着鸟那么树身呢盘绕着龙形的生物，这个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复杂，让人怀疑这真的是3000多年前的人造出来的东西吗？这棵青铜神树做得非常的狠，科技值拉满。它使用了分铸、焊接这些复杂的青铜工艺，是一个青铜的立体巨构。那么这棵青铜神树到底代表什么呢？主流观点认为它可能与古代的神树崇拜有关。在中国上古神话里经常出现连接天地的神树，比如《山海经》中的扶桑、若木、建木。太阳呢栖息其上神灵借其上下往来，天地通过树相连。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三星堆青铜神树可能不是树，而是一张宇宙地图。树根呢在地下，象征幽冥；树干在人间，象征现实世界。枝头的鸟呢，也许代表太阳祖灵或者天界使者；盘绕的龙则可能象征水、力量、通道甚至是穿行3界的生命体。总之呢，青铜神树的视觉冲击力非常大，是非常的超前。它不像是出土的文物更像一个概念艺术。2024年呢，三星堆出土了一件文物，把所有的人都整懵了这个东西叫青铜龟背网格形器，它长得呢就像一个龟壳，正面背面一模一样，上下2层扣在一起，中间夹着一块椭圆形的玉石，4个角呢各有一个龙头，还把4把青铜锁锁住，把2个这个网格锁得死死的。专家推测呢，如果把锁打开，应该可以把这个2层分开但是因为年代太久，变形严重人们也不敢拆，怕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在清理的时候呢，就发现在龟壳的背面有大量的金箔和丝绸的残片，两侧呢还有这个青色的绳带。这些金箔丝绸绳带这个在3000多年以前应该都是顶级的奢侈品，但是都堆在这件器物上面，说明这个东西的地位相当高这件器物出自三星堆新发现的一个祭祀坑，说明它也是礼仪祭祀用品，但是具体的用途呢还是有待研究。让人惊讶的是呢，这个龟背网格上有明显的焊接痕迹不是疑似，是确定有证明几千年前的古蜀人就掌握了这种焊接的技术，这也是非常的厉害。对三星堆的青铜研究之后发现呢，这些古人呢已经在使用分段铸造、铆接、套接、局部熔接这些连接工艺。严格的说呢，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焊接，但是呢，他们确实掌握了这些复杂的金属连接技术。除了焊接技术呢，还有在青铜里发现了这些钢筋所谓的钢筋。比如三星堆青铜神树的修复研究显示它背后有支撑这种细长弯曲构建的硬核技术，就是锌骨技术。就是一种条形的锌支撑锌骨就像现代建筑中的钢筋，起到加固和支撑作用，为了让神树呢能够挺拔不倒。在三星堆晚期的不起眼的陶罐中呢，还发现了高标准化的作业，就是罐底的比例、口沿形态以及原料配比上都呈现出高标准化的趋势。这也说明这是一个有组织而且具备流水线生产的这种
初期的工业化。更让人震撼的是呢，经过微观分析三星堆青铜器中有大量使用了特殊的高放射性同位素铅这种铅原料呢，同样也存在于殷墟的青铜器里。殷墟呢是中国中原地区的商王朝都城，离三星堆有几千里地。这个意味着呢，三星堆并非孤立的文明，它不仅掌握着独立的技术体系，还和当时的中原地区有交换的网络。说完了三星堆的纹路呢，我们再捋一捋这个时间线。先说中国华夏文明的起点。教科书上写的是，在黄河流域第一个朝代是夏朝，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之前的朝代呢，我们叫它上古时代或者神话时代，什么三皇五帝、女娲补天、大禹治水，都是那个时候的事。但是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时代就算是存在，也只是原始部落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状态，谈不上什么文明。根据考古推测呢，三星堆的起始时间比夏朝还要早700年，也就是距今4700年以前。那个时候呢，也就是这个神话时代了。那么三星堆文明的时间跨度呢，大约从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延续了近2000年。这个三星堆是位于这个巴蜀地区，那么大概率呢，三星堆就是古蜀国早期的中心遗址。这个时期呢，在中原地区就是夏商时代。研究巴蜀历史的书籍呢，有《华阳国志》和为历代蜀王作传的《蜀王本纪》。经过学者研究，再结合考古事实这个古蜀国的历史脉络呢得以解开。古蜀国呢有5个王朝，分别是蚕丛、伯冠、于突、杜宇和开明。书里说呢，这些王呢都是不死的都是活了几百岁这个叫蚕丛的呢，是古蜀国第1代王。书里是这样写他的：伊清一、焦民、蚕桑，还有齐穆纵史称王。就是说，蚕丛教会了蜀人养蚕，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这也对应了三星堆发现的丝绸残片，它的眼睛呢是凸出来的，在后人眼里呢，它就是神。为了凸显神力，工匠把他的眼睛做成了千里眼耳朵做成了顺风耳，这也和纵目面具呢相对应了。考古人员呢在三星堆提取到了这个丝绸的残留物经碳14检测呢，那么年代精确锁定在了距今3000年到3200年之前。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三星堆的文物看起来那么另类那些青铜纵目面具神树等文物和中原的风格呢差异很大，所以有的人觉得它像外来文明比如来自西亚。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是本土宗教审美体系的不同，就像同时代不同地区出现的器物，比如商朝的殷墟青铜器庄严威仪，那么古埃及的神像呢就规整神圣，而两河文明呢浮雕是写实叙事的。在三星堆呢，这些器物就显得夸张神秘，而且超现实这是文化风格的不同。到这里呢，可以确定三星堆不是中原文明的分支它是另一个独立的文明中心它有自己的信仰体系、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艺术语言。刚才我们说了，发现的青铜树呢都是碎片，那么为什么是碎片，是砸碎的呢？这恰恰是三星堆最诡异的地方之一。看那些这个出土的现场这些青铜神树被砸断成了数节，那个玉章也被烧得发白了，象牙呢被随意的堆压着，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祭祀啊，这像一场政治清洗。在开始的时候呢，三星堆呢可能是一个典型的神权古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个神权压倒了王权，就是说可能巫师啊比王还要大。但在距今3200年左右啊，这个体系崩塌了。很可能呢是一场内部的宗教改革或者政权的更迭啊，比如说也许是一些掌握军权的世俗贵族推翻了那些整天搞祭祀、耗费国力铸铜像的神权阶层。胜利者呢，为了从精神上消灭神权阶层啊，就搞了一场盛大的疗祭，把代表旧神权的青铜树砸烂，那些礼器啊、祭祀用品啊都烧毁。再把所有的器物啊，通通的埋进大坑里，填上土，把它踩实了。后来呢，这个古蜀国文明啊，就从广汉地区啊，慢慢转移到了成都附近的金沙地区。就是说，三星堆啊是古蜀国前期的中心，金沙遗址呢是后期的中心。因为呢，金沙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三星堆延续性很强的文化因素啊，这说明两者呢不是陌生文明。是有这个前后承接的关系。考古发现呢，古蜀国文化的晚期啊，权杖啊、神像啊都突然消失了啊，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世俗化的东西。这个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东西可以看到啊，就是这些器物啊都变小了，神性呢变弱了，人间烟火气重了。那么它们迁移的原因可能是自然因素，比如河道变迁、发洪水，也可能是政治因素。可以说呢，古蜀文明没有消失啊，而是迁移到了金沙遗址。三星堆最厉害的地方是让我们知道3000年前的人类啊，靠自己的双手啊，做出了让现代人都感到陌生的东西。这也证明呢，古代文明啊并不幼稚，他们只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关于三星堆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次再见。